小喜，你错了，这就是典型的普罗大众的想法。所以，凡是能成大事者啊，凡是成功的人啊，都是敢于对自己出手的人，敢于对自己狠的人。你想想看啊，反正都要挨一刀，自己下手啊，我可以选择地方啊，比如后背啊、大腿呀、屁股上啊，我选这些肉厚的地方。如果让别人乱砍一刀啊，不小心把脖子砍断了，往你头上砍一刀，你就完蛋了。你说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这种例子现实中多的是。无上圣贤微妙法，百千万世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无为真实义。上次讲了有和无的关系，老子用了3个例子来说明无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。为何一件事情用3个例子来说明呢？其实《道德经》所讲的道理也不复杂，整部书就讲那么一点点的道理。用一本书讲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，翻来覆去的讲，深入浅出的讲，反反复复的强调，苦口婆心的说明，就怕我们听不懂啊。但是呢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大家往往都做不到。不光是做不到还有很多人不相信，笑话老子在胡说八道，以为是顾着堆里的事情。所以佛陀说我们是无名众生，是睁眼瞎，这个话是没错的。好了，上一次讲的第一个例子，车轮的例子，30辐同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讲的是轮辐有空虚，才能让车轮更加灵活轻便，少了空气的阻力，转得更快。车轮之间有了空虚的位置，才能做人才能发挥车的功用。今天讲第二个例子，山直以为器，当其无有直器之用也。山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水和土混在一起，我们现在叫和泥。直是一种黄土，是做陶器的原料。现在不是很多地方都有陶艺班吗？就教小孩子做陶艺的把泥土加点水，把它慢慢做成一个坛子罐等等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你能做成实心的吗？不是蛋糕做成实心的就没有用处了。所以老子说当其无，有直器之用也。恰恰是中间留有空间，留出来的空虚，才让这个器皿有发挥功用的地方。老子进一步在讲有和无的关系，虽然看上去是2个相反的东西，但是相互不能缺少，2个在一起才能发挥功用。所以你想让器皿发挥作用，首先你要把它清空，或者说不要让它太满，要有空间添加进去新的东西，满招损嘛。这个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天道的规律。天之道，损有余，补不足，不是你自损，就是老天帮你损。小喜我让你做一个选择题，比如你必须挨一刀，你想自己砍自己呢，还是让别人砍一刀老李我怕痛自己下不了手，还是让别人帮忙吧。小喜，你错了，这就是典型的普罗大众的想法。所以凡是能成大事者凡是成功的人都是敢于对自己出手的人，敢于对自己狠的人。你想想看反正都要挨一刀，自己下手我可以选择地方比如后背大腿呀、屁股上我选这些肉厚的地方。如果让别人乱砍一刀不小心把脖子砍断了，往你头上砍一刀，你就完蛋了。你说是不是这样子的？这种例子现实中多的是。你看皮带哥、马爸爸不懂得自损，非要让别人出手，被搞下去之后想要再起来就难了。反观曹德旺、邵逸夫，人家有了钱就到处捐献，起学校、盖寺院，你看到处都是逸夫楼这样才能
富贵寿平啊，长长久久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空啊，对于我们来讲啊，是非常有用的。老子用日常生活中的用句来阐发一个人性的道理。人们常常喜欢圆满，但生活的真相呢，却是恰恰相反。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呀，到了高点一定会转头向下，是一个否极泰来的人生。否极泰来呢，是我们的美好愿望，因为达到高点只是一瞬间，但是在低点呢，却是一个圆弧底，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所以说，人生之事啊，十有八九不如意。在易经的卦象顺序也是这样子的，第11卦是泰卦，接下来第12卦就是否卦。泰完了之后呢，马上就是否，但是从否到泰呀，要经过一个轮回啊，64个卦象才能再次到达泰卦。这个杯子和钟摆啊，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得到的，都是属于有，但是它背后蕴藏的道理呢，是我们看不到的，是无。正是这个无啊，正是我们看不见这个道理啊，才能真正指导我们。这就是道，我们日用而不自知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往深山老林里去寻仙问道啊，这方向搞错了。中庸说：“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我们缺乏的不是道哦，缺乏的是发现道的眼睛。万物都是道产生的，得者自通灵，失者必幻灭。这就是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反复告诉我们的一个人生真相。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啊！做人要无为，无的是湍嗔慢疑。